爹就是想用这200大洋记着我，真聪明。老大家的，哎，你瘦了，你喜欢吃哪个你吃。对啊，嫂子你吃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次玉龙粉这合股的事情没有谈好，要不然，今天这不又可以做一桩大喜事了，是不是？爹，做生意嘛，那有得就有失。对。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，寿元药庄这个事，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看来呀，也不管什么事儿，还得靠自己慢慢来。没事的，爹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，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。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，您别看它寿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，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，成为这北京城里数1数2的大药号。哎呀，昭华，你这话说得好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夏生，老板，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，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。小村先生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都非常愉快。放心，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，而且价格是最优的。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？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卖药，不卖方。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。我跟你一样，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，但是倒是有个法子。请讲。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，我就给你我的方子。哎呀，夏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所以说嘛，既然这样，那夏生，我先告辞。合作愉快，送小村先生回客栈。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。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啊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吗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昭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两处的生意，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，等于办一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啊，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，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，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庄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那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认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
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，多小？陈记药铺。啊，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。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爹，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和大顺要分店的50%股份。什么？我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这要分家吗？娘，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。你算清楚吗？你凭什么要股份呢？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。光羽绒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铺的1半收入，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，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。所以我和大顺要50%的股份，并不过分。什么是股份？你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？大顺20块都没有，你要什么股份呢？娘，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，每个月还有薪水，年底还有分红，这1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？听见了吧？那嫌你给他给少了。爹，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。我愿意付出，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，但这一切都该有个名目。你是陈家的媳妇儿，你要什么名目呢？老板，我倒想起件事。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饭店。另外，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，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。说说羽绒粉吧，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？没谈成。没谈成？是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，也不接受4、6分成。后来我让到了无误，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，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。那既然如此，便无法再谈了。厉害呀！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。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，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龙粉，就是他的主意。大少奶奶，爹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。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。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弄个这个羽绒粉，搞一个军需订单呢，我肯定没有招，但是一个药铺，我还是守得住的。仅仅是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吧。但是另外啊，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，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，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。但这个人，你请这个人，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，还得放心吧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人肯定不好找。
你要把人家留下来，你怎么着？哎，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。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？娘，你听我说，肯定不好找。为什么呢？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分店就算你们5成的股份啊。谢谢爹。谢谢爹。别谢，我也有个条件，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。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。少华，咱们这都是一家人，写什么章程呢？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？幼爹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，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，你要是想罚我的话，也有规可循，不是？孩子，哎呀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！谢谢爹。行了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睡吧。谢谢爹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。咱俩休息啊。嗨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睡觉吧。开心不？啊？咋的？怕啥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？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学得不错。做完了？小声点啊！别吵醒。这就算完了？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给你累的，来。再来一碗。房子已经开好了，明天就能签。木匠、石匠、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，家具呢，明天就能定。牙行那边，后天去。别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。快了。对了，你的信。我的信？对，上海来的啊，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。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？字儿不错。韶华无子，见字如面，无异于沙场宫，稍作安顿。余未知上海之时，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。此行亲见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期盼汝亦能早赴上海，大展宏图。二妞说啥了呀？大顺儿，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。好啊。然后，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。行。再下一家开到汉口，汉口怎么样？可以，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。好啊，成都好。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。一个一个来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先去上海。得努力啊。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？舍不得爹走呗。旭儿，爹很快就回来了啊。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，乖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，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。行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。大顺儿，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。韶华，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看啊，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有自己的生意做，可是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只要咱们肯努力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有的都会有。路上可要当心，老爷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嘛。再说魏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，山西办事的一路上4、5个人呢，不会有什么事的啊。行了，好好在家吧，这的啊。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哦，嘿，走了。大顺儿，我等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啊！走走走。
今天都初10了，你说你爹连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娘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这出门在外的，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，耽搁2天，那也是常有的。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、就跳得厉害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您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。不哭，萱萱不哭，奶奶在这儿呢，不哭。没事的啊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给萱萱带好吃的，抱抱啊，抱抱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哎，不哭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哎呀。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山西闹了鼠疫，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，你爹大顺，还有我们家的2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。那这是要困多久？这就不知道了。鼠疫，老爷跟大顺儿，娘，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，等鼠疫散去了，封锁令解除了，他们就能回来了。鼠疫可是要死人的。娘，您放心，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。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，怎么防着。他们肯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！大壮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先送太太回去吧。好，我不怕。夫人，走吧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不怕。慢点，夫人，慢点。哎，小石头，哎，你去给我雇辆马车，我想去山西。啊，你要亲自去啊？对，我放心不下。不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，您根本进不去啊。就算您进去了，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？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。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，把药铺照应着。再说了，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。就现在这样，分店还能开业吗？细水游鱼往荆棘，越过龙门龙飞升。杨柳3尺金线垂，桃花万朵芳线能。啊，这个坤为地，为顺。兑为泽为水，水泽遍野，意味着家业顺遂，财运亨通啊！施主家人必定丰胸化吉啊！你可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开业大喜，幸鸟复归。放心吧，新店开业那一天呢，人就回来了。哦。开业那天啊，对，开业那天。哎，慢走啊！真的，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。哎呦，那就还选在15分店开业。楚老板，王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，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，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
洞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后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呢？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，没几天两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顺，我的大顺，我老爷。太太，太太，大顺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。我怎么活？大顺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西聂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爹，大哥，爹啊，孩儿不孝啊！大哥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！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。我错了。二顺回来了，娘想你啊！娘想二顺啊！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你别害怕啊，老二在这儿呢啊，别怕。娘，二顺懂事了。大嫂，是从今往后，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会好好的疼她。我的顺懂事了。娘，我再也没有爹了。大哥。前2天我看你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去汪洪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白术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治呕的香囊。大少奶奶，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小石头，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，
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正好这个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，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，大少奶奶，哎，二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二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？对。娘。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，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啊，三爷，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个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顺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行，您是最清楚的。你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行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他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，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有50%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宋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爹怎么说的。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宋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逼我，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
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哎，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妇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我配！拉住他！你放开我！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不服尊长。宋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宋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。我就是怕，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，他打人很痛的。我不怕痛，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宋平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，偷偷的。宋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宋平，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宋平，宋平，哇！今年3斤5箱就能换1斤香馥。哎，长华，那边有唱戏的，走。哎，夏老板来了。这人谁呀？夏老板，你认识他？齐州药铺做生意的，谁不知道手烟药中的夏云夏老板？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，就太好了。夏老板你好。哎，二妞，二妞，麻将了！没事，谢谢。走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先付个定金，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。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，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。哎，你放心啊，
我们可是关东帮啊，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。行吧，好，里边付款，请。这大哥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。这位姑娘，谢谢你了，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。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，价格也公道。不是，没事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多什么嘴啊你？真晦气，什么玩意儿？骂谁？我骂你，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，你敢打扰我做生意？你卖假黄芪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放屁！你看，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，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，但是中央无髓，还有这射线，你看，它也没有裂隙。你是齐州帮的吧？啊！大伙儿听着啊，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。对，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，那满嘴喷粪，血口喷人。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！别！哎，唐老板，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，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让你看，我这有人陷害我呀！这是栽赃陷害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娘，我问您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，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韶华，二妞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呢。我也到处找你呢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哎，给你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油饼儿啊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没有。一定有事儿，过2天再告诉你。那我也有事儿，也过2天告诉你。也有事儿。大哥，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？便宜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卖家着急回家，全部贱卖给我了，正好做万灵丹。那钱你都付了？啊，人家货都送到了，我能不给钱吗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你可别买到假货了。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，都是真的，不信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没错吧？但你做万灵丹一担就够了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哦，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，就给我50大洋一担。我想了想，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？400大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账上的，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，正好。那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对吧？你傻呀！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，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，卖家也未必肯。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？黄芪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不知道，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。如果我造假，我唐佑基，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。三爷，老唐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的黄芪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，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您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，显然是伪造的。他就是伪造的嘛！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芪调包了？齐州帮，齐州帮。唐耀吉，你就是只鸡！你们卖假货，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，不给你们做生意，这碍我们什么事儿？放你的狗屁一大街！就你们干这点破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来呀，玩儿！给我上！快打！还有还能打！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？三爷，三爷，是夏老板呐。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，那我就陪着夏老板，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。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。哼，难道不是你啊？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，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。这事儿，他还真不是我干的。被谁抓走了？好像是齐州帮的人。因为什么？
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少忠被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，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人放出话去，说我要高价收黄旗。嘿嘿，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。今天交货的时候，人赃俱获。夏老板，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。对呀，他死不承认。我觉得呢，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。今儿这货完璧归赵，人您随便处置。王小哥，你看见我哥了吗？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台阶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让！不要扔了！不要扔了！别扔了！别扔了！少华，大哥，快救我！什么情况？现在？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，然后私刑处死。什么？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，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。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买啊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三爷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哥炮制假药，伤天害理，就是死罪。不是，那黄旗家家都有，你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？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了？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，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闪开！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，他住那个云来客栈。西北来的黄老板，早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？他找车夫运来的呀。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？他嘴角有颗痣，胸口有个达字。池春堂。对，一共8担黄旗。哦，对，有这回事。哦，那是谁雇的你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。他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？那可远了，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，村东头有户人家，就那儿。哎呦，唐老板来了，三爷起了吗？早请了。好，到这。杨三爷，不能进。杨三爷，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，轰出去！哎呀，走。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，又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楚朝忠的妹妹，楚朝华。我认识你，三爷。就是这个臭女人，说我卖假黄旗，还打人。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。不客气。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，那我作为他的妹妹，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？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，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？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，要是一时多嘴，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？有道理，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。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，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，那有一个院子，就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、染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哥是造假之人，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？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，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，根本就不是楚朝忠。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？好，那请问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，是装假黄旗的麻袋。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，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，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，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。三爷，你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，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
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，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。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，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。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？那谁知道啊？杨三爷，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，但他是无心之过。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，那你就是放过了真凶。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没了。那就当买个教训了。这以后啊，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好有吃春堂呢，咱一点一点的做，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。生意呢，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赵华，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。哥，干什么？哥，干什么？赵华，别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上去！放开我！赵华，哥，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？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。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？大哥，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，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。账期半月，利息5厘，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。按照他们的规矩，超过3天就要砍掉一只手。但是你们先别急，我好说歹说的，他们说可以缓3天，不过超过3天以后，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息，一共390大洋，必须给他们送过去，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。那还活得了吗？390大洋。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，还有这个院子了。我已经去找了牙行，另外四亲八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，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。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娘，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！我哪还有钱呢？不是，那你还有些首饰呢？这都不值钱，你看看。不是，你就别再逼娘了。他要真的有钱，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私房钱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。要卖就卖池春堂。什么？之前我听你哥说了，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。池春堂不能卖，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。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，我看你们谁敢卖！人都没了，有的招牌有什么用？卖！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甭说池春堂，把我卖了都行，卖，都拿走。明儿我就去卖。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。我想学。不过爷爷啊，要嘱咐你一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爷爷，我是女子，不是君子。为国事谋，与人为善，此心光明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。爷爷，我也想当君子，要做大事。池春堂。池春堂。王叔，谢谢您，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。哎，你别客气，只是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帮了一点点，实在抱歉啊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您能帮我们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楚家大娘，楚家大娘在家吗？哟，三大娘啊！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。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？你猜怎么着？遇着陈家老爷了。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。他说呀，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。陈家，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？哎呀，不是他还是谁呢？你们呀赶紧准备，别等人明天上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回家做饭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走好啊，三大娘。他说，明天陈家老爷要来，
娘，手中有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陈家来提亲吧，啊，他总得下聘礼吧？手中是不是有救了？如果真能这样，那可太好了。是啊。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听韶华说，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。那不行，明天不管怎么着，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。你看合适啊？多好看呀！来，听话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，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，戴上。听话，听话，多好啊！戴上啊！娘，你去门口迎迎陈老爷去。哦，对。哎呀，来，我们的口红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给我杠着啊！听话。哎呀，你别动！哎呦，胡嫂子，咱们这是10几年没见了吧？可不是说晌午才到吗？这么早？哎呀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这得赶早啊！啊，哎，大顺，这是厨师。厨师，哎，好，快请，请，走吧。来，进。韶华，哎呦天哪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都来了，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？啊！我跟你说，苏韶华。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，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，听见没？周燕儿，快！走！哎，来了！走，你给我快点！哎呀，这是陈叔吧？这位儿媳妇。这位大哥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再多看看几家，再付款。赵夫人呢？你好。周燕儿。哎呀，这是姑爷吧？妈呀，姑爷，这是一表人才啊！哦，妹，姑爷，陈叔陈叔，陈大哥，哦，是，韶华，楚小姐，对，韶华。哎呦，这一晃长这么大了。哎，我来，给我，屋里坐吧，陈叔。姑爷，好，请，陈叔，请。好。娘，哦。坐，陈叔，坐啊，姑爷，来坐。哎呀，嫂子，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，这几年生意太忙了，我和大顺呢，一直这也脱不开身，这一年的，就耽误到今天。没事儿，陈叔，好事不在忙上。嫂子，今天来呀，就是为了大顺，还有楚小姐的事儿。是啊，陈叔，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把事儿办了。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说起来，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，这你看。是啊，陈叔。不过啊，陈叔，你看您呢是这个方圆100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那我们家爷爷。虽然我没见过哈，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。那你说你们这2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，那即便是一句戏言，那也是一言九鼎。现在这都是民国了，这年轻人嘛，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啊，这不一定都能接受的。哎呀，陈叔，我跟你说，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姑爷满意不？娘，你看，什么叫天赐良缘？这就是天赐良缘呀！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。对。哎，叔，来，喝茶。叔，不瞒您说啊，陈叔，前些年呀，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，说什么当年呀，陈家来主动结亲，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。现在呢，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。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，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。我当场就跟他们急了，我说你们不许胡说，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吧？陈叔，喝茶啊，姑爷喝茶。陈叔啊，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？娘，我查过黄历了，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。娘，哎呀。这可是大事啊！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，嫂子。叔啊，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，姑爷都千恳万恳了，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？真是的。好，时候
不早了，啊，我和大顺这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。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别说，那真是还没定呢。改日再定呗。啊，嫂子，那，我告辞了，啊告辞了。大顺，对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陈叔啊，陈叔，出事儿，先走吧。他这不是，陈叔，哎，娘，哎，陈叔，哎呀，少夫人，你身子重，别送了。不是，陈叔，你听我说，留步了。陈叔啊，啊，哎呀，您听我说，哎呀，不用说了，我的意思你明白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咱们两家的事呢，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，好吗？哎呀，没时间合计了。啊，不是叔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郭爷今儿都来了，咱们就把这好事儿给定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好事不在忙上，如果定了，也不急着这1-2天呢。要是定不了，这不就更不忙了吗？啊，告辞了。别，哎，陈叔，郭爷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陈叔，哎，韶华，你快出来送送啊！郭爷跟陈叔走了。韶华，不是陈叔，韶华。楚韶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呀，到底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陈家不结亲了，不要你闺女了，少主也没救了。楚韶华，我的少主该咋办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人家都上门了，你把自己关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也不出来招呼招呼，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？啊，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，你不嫁你哥就得死。人家也没想娶我。哎呦，哎，行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，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？楚韶华，我告诉你，就凭你的长相，你能攀上人家陈家，你已经烧高香了。你摆什么谱啊你？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？你窝在这家里，你吃糠咽菜呀你？真是的，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，你个白眼了啊！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，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。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！拿着，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。不用哥，哎，拿着，别跟你嫂说就行啊。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？要是少主有个3长2短，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？娘，我为你闺女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太自私了吧！韶华。娘求你了，你可得帮帮你哥呀！他从小是最疼你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你得帮帮他呀！求你了。爹，在药市上认出假黄旗，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，就是韶华。你确定吗？她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回头再送一些谢礼去吧。爹，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？继续拖呗，能拖个1年半载的，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。我觉得韶华挺好。我没说韶华不好，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，但是她娘家什么样，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？你要是跟她成婚，将来必定麻烦不断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免得将来被拖累。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？我从村里抄近路跑。楚小姐，哎，还有事吗？陈叔，我是来把这个还给您的。咱俩家的亲事，从此作罢呗。不是，这都定好的亲事，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？嗨，楚小姐，你可想好了？自古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，这眼下陈家什么样，我们家什么样，都摆在眼前呢。这也不是什么势力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再说，我要真勉强